19世纪的科学界正流行一个神奇的电力装置——阴极射线管。1858年，德国物理学家普吕克在一根密封的玻璃管两端各接上一金属板作为电极，用抽气机将玻璃管内压力抽至接近真空，并在两电极接上高压的直流电源。普吕克想要观察真空管中气体的放电过程。当开启开关后，真空管开始发出光芒，并且出现明显的光束轨迹。科学界对此一放电现象十分感兴趣，并且想要知道这些光束究竟是什么造成的。由于这束光是由阴极射向阳极，所以当时科学家们将这道从阴极射出的光束称之为阴极射线。这根通电后会发光的管子，在之后引发了科学界许多的讨论与相关研究，对于阴极射线本质到底是波还是粒子，产生了极大的争论。为了证实自己的假设正确，科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实验来证实自己的论点。其中以主张阴极射线是波的德国学派，以及主张阴极射线是粒子的英国学派最为有名。两方人马纷纷努力找寻支持自己论点的证据。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发现了许多现象。其中，英国学派的 J.J. 汤姆森思考着粒子跟波最大的差别，就是粒子具有体积和质量。为了要证明阴极射线管内的光束是粒子， J.J. 汤姆森做了许多的实验。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实验。我们设置一障碍物，放置在阴极射线经过的路径中，其管壁上涂有荧光物质。被障碍物遮蔽的地方，因不会发光而相对形成阴影，由此可证明阴极射线为直线传播。紧接着，我们进行第二个实验。这次，我们把小风车放置在阴极射线经过的路径中，会发现其小风车会因为阴极射线的撞击而造成转动，由此可证明阴极射线为粒子流。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实验。此时我们在阴极射线的管外面加上一个磁场，发现阴极射线在磁场中有特定的偏向。除了磁场外，我们在阴极射线的管外面加上一个电场，发现阴极射线会因为受到正极的吸引而产生偏向，由此可以证明阴极射线所带的电荷是负电。更进一步，透过阴极射线在磁场和电场中的偏转，可推算出此粒子电荷量与其质量的比值，也就是俗称的荷质比。得知电子的荷质比为 1.76 乘10的8次方库仑每克。最后第四个实验，我们发现不论如何改变放电管中的气体种类和阴极的材料，阴极射线的性质都不会改变，证明这个带负电的粒子应该是所有原子之基本粒子。由以上的实验， J.J. 汤姆森将这个阴极射线里面的负电粒子称之为电子，而电子的发现也让汤姆森得到了1906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而1909年，美国的密利坎设计了油滴实验，测得了电子的电量。油滴实验的装置是在2块平行排列的金属板通电，建立一个均匀电场。金属板上有小孔，利用喷雾器在金属板上方喷出细小油滴。这些油滴从金属板的小孔落下时，吸附由 X 射线照射两极间之气体所产生的气态阳离子或自由电子，使油滴带正电荷或负电荷。此时带负电的油滴受到2个方向的力，一是向上的静电力，一是向下的重力。透过调整电场的强弱，使带负电的油滴所受之电力与重力相等，达两力平衡。此时油滴静止或是等速运动，在此忽略空气阻力，我们就可以得到静电力
等于电荷 Q 乘电场强度 E， 重力等于质量 m 乘重力加速度 g。当油滴静止或等速运动时，静电力等于重力 ，Q1 等于 mg。只要把已知的电场 E 移项，就可得到油滴的电荷 Q 等于 mg 除以 E。实验结果发现，任何带电量 Q 都是基本电量 E 的整数倍。透过最大公因数，我们就可以得到电子的基本电量 E 等于 1.6 乘10的负19次方库伦。由汤姆森的阴极射线所算出来的赫值比 m 分之1等于 1.76 乘10的8次方库伦每克，和密利坎的油滴实验所算出的基本电量 E 等于 1.6 乘10的负19次方库伦。把基本电量带入赫值比中，可得电子质量 m 等于 9.1 乘10的负28次方克。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由汤姆森的阴极射线实验和密利坎的油滴实验，不但证明了电子的存在，并且算出了电子质量比道尔顿的原子质量还小上许多。由此可知，原子不是最小的粒子，其中有电子的存在。电子的出现被称为19世纪末的大发现。这个世界上最轻的粒子，让科学家们更接近了电的本质，并且也打破了当初道尔顿的原子说中原子不可被分割的铁则，让世人开启了更多原子内部的想象空间。想问大家，原子内部除了有电子，还有其他哪些粒子呢？那电子就是世上最小的粒子了吗？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哦。下次见喽，拜拜。